家呢，我们都面临着各种考试，中考、高考、研究生，分数呢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未来，但绝对能作为衡量当下综合实力的标准。那如果给汽车也安排一场考试，能不能有这样的效果呢？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有请今天的考生全新问界 M7。这次的考试呢，将分为汽车性能、智能化、舒适性3个科目。那每个科目对应的分数和题目呢，我就不一一细说了，放在屏幕上呢，大家自己看。我会根据这台车的实际表现呢，进行客观打分。那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，汽车性能。出发啊！3、2、1，直接地板垫走你！没有想象的推背感哈，整个加速的过程循序渐进吧，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。OK， 100了，成绩已经出来了啊！我们进行了3次加速测试，成绩呢都在8.3秒左右。由于现在只有40%的电量，所以和官方的0-100成绩呢差了0.5秒。但是相比同级别竞品，比如理想 L7 0-100加速只有5秒多，还有同级别的新源 ET。那单电机的加速和问界 M7 差不多，但是人家只要10几万呀。还有同价位的很多纯电车型，比如小鹏 G9， 比如智己的 LS6， 都要比这个加速成绩快很多。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在低中速的时候，你再加速，比如现在运动模式踩到底，它会有一个动力的延迟。如果你调到舒适模式，那就更夸张了。我直接踩到底，这个延迟最起码要1秒多，这个真的有点不应该。所以综合来看，我觉得在加速性能上，问界 M7 我只能给一个不及格的分数，25分。马上进行刹车测试啊！我们直接把时速加到100公里每小时，90了，100，我们刹。整个刹车过程的姿态是没有问题的。那3次测试的成绩呢，都是39米多一点。那虽然这台车个儿都很大，它的吨位有2点几吨，但是我觉得40米啊，绝对是一个中大型 SUV 的及格线。39米呢，也只能算是一个良好的成绩。所以这个环节呢，给它打35分。第二项舒适性测试，我们首先从动态上噪音开始。那这台车其实它车内的隔音材料做的还不错，它前后排玻璃呢都是双层夹胶的隔音玻璃。那整体在风噪和胎噪上的抑制，我觉得还是挺好的。但是来自于它内部的噪音做的就比较一般了，比如它的增程器。那我现在这个馈点状态，它增程器已经启动了，你总是能若隐若无的听到它增程器的噪音，而且我感觉它增程器的运转和整个车身产生了共振，就是这种来自于共振的噪音环绕在你耳边，就不是那么的舒服啊！我现在把空调关掉，然后我现在调到纯电，哇，那个让你不舒服的共鸣声立马就没了。那我们还对这台车进行了40、60、80、100公里每小时下的车内 NVH 数值的测试，整体的表现呢还算不错。不过还是那句话，前提是不要亏电。所以总的来说，在噪音这个环节，我给这台车打个16分吧。第二个有关动态舒适方面的测试呢，就是它的底盘。就先从悬架来讲啊，虽然它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结构，但是它是由悬架软硬可调的，整体的调教呢，我觉得做的也不错。但是通过底盘传递到你的人身上来时，就成了什么松散、多余的震动，会有多余的共振，总之就是不舒服。所以我觉得这台车它的平台开发、它的底盘框架，包括它的底盘工艺，是一言难尽的。别人5米多的车长，3米的轴距，它5米多的车长，2.8米的轴距，你说能协调到哪儿去啊？那别人的底盘呢是紧致的、厚实的，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整体，是可以和悬架一起去参与到震动的抑制的。但是这台车的底盘，它给我的感觉更像是拼凑的，是零散的、稀碎的，它并不能参与震动，相反的，它可能会把悬架带来的震动去放大。我觉得这就是我能察觉到的区别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这台车的底盘抬起来，看看它的下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情况。
那底盘已经抬起来了，后面的独立悬架用了大量的铝合金，包括防倾杆等等，用料还是很足的。但是它的前半部分就有点磕碜了，只有一个羊角是铝合金，其他全部都是铸铁的。这么简陋的一个前悬架，竟然来自于一台30万的车，所以不犹豫了，兄弟们，这个底盘这个题目我给它分配的占了40%，但是这台车我只能给它20分，不能再多了。那除了动态之外呢，在静态方面也有2个指标，对于舒适性体验非常重要。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空间。那问界 M7它的车长超过了5米多，是一台标准的大5速 SUV。能够看到我坐好之后，现在前排已经调整到我的驾驶位置了哈。坐好之后，腿部空间剩余大概3拳左右。对于这么一台大车来说，这个3拳的腿部空间呢，只能说还不错吧，算不上特别优秀。所以这个环节呢，我给它打15分。那在配置方面呢，问界 M7它除了前排的座椅支持电动调节、通风、加热和按摩之外呢，它的后排座椅同样也是支持这些配置的，这点就挺好的。而且它在后排呢还可以去选装华为的屏幕，整体的体验感呢还是不错的。但是现在都讲究什么冰箱、彩电、大沙发，和同级别的新势力车型相比呢，它少了俩。所以在配置这个环节呢，我也只能给它打15分。最后一项考试，智能化。首先是车机，我觉得不用我多说了吧，华为的车机系统应该在国内绝对算得上是顶尖的，所以我就不细说了。这个环节50分，直接给它满分。第二个题目，智驾。那这台问界 M7呢还是顶尖的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它是华为。那前两天我们在高速上去实测过，这台问界 M7打开这个智驾之后呢，基本上就不用你去操心了。那不过这个环节呢，我还是不能给它满分，50分我只能给它45分，就是因为都30万的车了，它竟然全系都没有城市支架，需要去选装，价格6000块钱。而同级别的竞品小鹏 G9， 它的中高配车型是都有城市支架的，而且我们前两天也实测过，和华为这一套支架在城市中的表现其实并没有差多少。那这台问界 M7的考试呢，到这就结束了。我会把它的答题卡以及得分放在屏幕上，大家自己去查看。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。通过这次考试呢，这台问界 M7的优缺点就很明显的展现在大家面前了。和现代汽车有关的，比如智能、智驾、配置，它都是同级领先的。但是回归到车辆本身，在机械结构上，它就有点一言难尽了。偏科生啊，这是。